不是，师傅，你这身腱子肉到底是怎么练的？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什么神仙没见过，也没见谁长成您这样的。还有这汉子，红脸长须的，怎么还闭着眼呢？咋还纹身上了呢？阿弥陀佛，此乃武圣官邸圣君是也，但他睁眼必见血。老衲慈悲为怀，睁眼怕吓到这漫天神佛。哪里来妖怪，敢吃我师傅的马！哼，敢吃老衲的代步工具！师傅使不得啊！那是水里，你水性不好，让俺老孙来呀！你这孽畜，找打！这一世入世的弟子，竟已修得肉身成圣的根基，不错，不可伤了银鳞龙君性命。他本是应劫随行之人。敢吃老衲的马，吐出来！给我吐出来！乖乖，这到底谁是大妖王啊？装死是吧？你这小东西，把老衲的马吐出来！徒儿，他不服，去给他一棒子！好嘞，师傅，俺老孙保证一棒子把他敲得连昨晚吃的虾米都吐出来。且慢，灵猴护法，切莫动手。上仙，您怎会到此？武僧切莫伤他性命，此乃龙族三太子，是我亲自向天界禀明，为你西行历练选定的随行脚力。上仙，这泥鳅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吃了我师傅的马，我们现在怎么去西天？难不成让俺老孙背着师傅去？阿弥陀萨明鉴，贫僧自幼在金山寺吃斋念佛，手无从鸡之力，向来体弱多病。如今这恶龙吃了贫僧的坐骑，贫僧这病弱之躯实在走不到灵山啊！这可如何是好？三藏，莫慌，既然他吃了你的凡马，那便让他化作白龙马，驮你去西天便是。这也算是他的造化。敖烈，还不快快见过你师傅！阿弥陀佛，如此甚好，多谢菩萨赐马。悟空，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妖魔众多，这3根救命鳌毛自与你。有这肌肉师傅在，还是那些妖怪为基啊？既如此，你们便继续上路吧。这东西，他俩是用不上了。那猴子比带了紧箍还要老实。师傅，那是我棒子，您别亲自动手，袈裟交给俺老孙去拿回来呀！两位贤弟，快看！看看哥哥我这身行头够不够气派？这可是大唐来的圣僧的宝贝，等明儿佛衣会，哥哥我穿上它，当着如来佛都绰绰有余。哈哈哈哈哈哈！大哥真乃神人也，这仙袍穿在您身上，简直比9天仙尊还要威风10倍。那唐朝来的估计这会儿正光着膀子在冷风里哭呢。白衣兄所言极是，那秃驴若是敢来讨要，咱们3兄弟就当场把他扒皮抽筋，炖了下酒。回来！别怕，那是俺师傅。妖怪，赶紧把俺师傅的袈裟交出来，否则你孙爷爷今天把你这破山头掀了！你是个什么妖怪，欺负我兄弟，来本大王的洞府闹事？你跟他废什么话？拿回老衲的袈裟，给我上！嘿嘿嘿，妖怪，吃俺老孙一棒！看
乱打！好大的力气！滚开，别碍事！这汉子真厉害！好大的力气，哪里来的妖猴？哟呵，这里居然还藏着个图，想必你就是那唐朝来的和尚吧？本座今天先拿下你，就当是吃个开胃菜。这不可能！吃我一棍！不好！别打了，我认输了。你应该庆幸，今天是这猴子打得过你。我管你有向善之心，平日也未曾害过人命。今日我饶你一命，把我的袈裟拿来。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圣僧的袈裟拿出来！你就在这黑风岭乖乖待着，菩萨不日便会来牵你去值守山门。走，徒儿，继续赶路。好嘞，师傅。我的亲娘嘞，这哪是去西天取经的圣僧啊，这分明是去灵山砸场子的活阎王啊！不是，师傅，您这身腱子肉已经够吓人的了，就别老拿俺老孙的棒子练二头肌了，行不行啊？我这金箍棒重逾万斤，那是打架用的呀，哪有和尚拿这玩意儿当哑铃举的？还有啊，师傅，您倒是快走两步啊！前方都快到庄子了，别走两步就停下来练几组，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咱们快点去前面找地方化斋吧。徒儿莫慌，你这棍子重量刚好够我小练一手，微微目汗。既然你饿了，那便走吧。哥哥和夫君好帅！兰兰多撒点儿，夫君给你吹吹仙气儿。停！徒儿，等着，老桑这就去给你打个猎。我去，师傅你干嘛？呼儿，夫君，快，乖徒儿，这里有一头野生山猪精，有功德拿了，快拿你的棒子敲晕带走。是师傅，您慢点啊，俺的筋斗云都快冒烟了。不过师傅，您是不是抓错人了？这人虽然看着极其油腻，但细皮嫩肉的，哪里像什么山猪精？山猪精，你等等，你这光头，你是唐朝的和尚，取经的那个和尚。哦，你认识我？哼，吾当然认识，这不旁边还跟着个养马的小官吗？你这头肥猪说谁是养马的小官？找死！别！之前有菩萨跟俺说，会有个西行的武僧来度化俺，让俺跟着他去西天，俺才不去呢。俺长得这么俊美，多少良家女子等着俺，俺疯了才去当和尚。哦，既然菩萨钦点你都不去，那好，那老衲只好亲手送你上西天了。走，追上去！师傅，您等等俺老孙啊！肯定是这里，好浓厚的野猪味儿。阿弥陀佛！师傅且慢啊！洞里有凡人女子，您这一拳下去，整座山头连带良家妇女全镇没影了！别冲动。善哉，
唉，老衲救人心切，险些误伤无辜，罪过。徒儿，快想想办法，怎么安全解救女施主？嘿嘿，师傅莫急，依俺老孙看，那子极其好色，不如俺把您变成高翠兰的模样引他出来，咱们再关门打狗，不是，咱们再引出来度化他。阿弥陀佛，徒儿此计兵不血刃，甚是慈悲，老衲喜欢，就这么办。你这猴头变化的法术还挺利索。哎，师傅，您冷静啊！您现在是娇滴滴的高翠兰啊，您得扭着腰走，您这一弹射起步，地上都要被踩出坑来，猪腰当场就看破了。而且什么？而且师傅，您就算变了身，您这二头肌的发力习惯也改不了啊！万一待会儿……你懂什么？为师这是在测试变化之术会不会影响老衲的发力结构。求求您了，师傅，让俺老孙把您这只手也变回去吧！行了，变回去吧，真是麻烦。知道，扭着腰走是吧？看老衲的！夫君在哪儿啊？兰兰，他怎么自己找过来了？夫君，兰兰，真的是你！你对哥哥真是情深意重啊！走，山路难走，哥哥背你回洞府。好呀，哥哥。哎呦，不行了，不行！兰兰，你搂紧了，回去哥哥接着给你吹仙气哈。好呀，哥哥。哥哥，你看是老衲现在亲手把你打回原形，还是你乖乖陪老衲去取经？老衲问你话呢，哥哥，去不去？这太残暴了！去不去？老衲问你去不去？说话呀！你猪到底去不去？师傅别捶脑袋呀！去！俺老猪去呀！俺去呀！求求圣僧别打了！师傅善哉，老衲出家人向来慈悲为怀，既然施主已有向佛之心，刚才定是受惊了，快请起。徒儿啊，为师刚才度了你了，以后为师就赐你法号，你觉得咋样？唉，俺老猪都依师傅的。师傅啊，您这身肌肉已经不需要再练了啊！俺老孙这金箍棒加上师弟的钉耙，还有俺俩这肉身加起来都快2万斤了，您居然拿我们当倒立的哑铃？99。再说了，师傅，俺和老猪是来保护您的保镖啊，不是来给您当负重健身器材的呀！这要是让猴子猴孙们看见，俺的脸往哪儿搁啊？师傅，俺真撑不住了。100，徒儿们莫慌，我这是在锻炼你们的平衡感，顺便热个身。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我黄风大王的地盘。听说那和尚的肉能长生不老，今天本大王就先给你们这群和尚一点颜色看看。大师兄，你看前方是什么鬼东西？好大一阵黄风啊！哦，带俺老孙去前面探探路。俺的眼睛好痛！兄弟！咋样，徒儿？师傅，谢谢师傅，俺没事，就是这风太怪，眼睛睁不开了。哼！哪里来的妖物？我的徒儿，我自己平时都小心呵护，哪里轮得到你们来伤害？给我倒下！嘿嘿，连齐天大圣都着了本大王的道，那唐朝和尚还不是手到擒？什么鬼东西？敢伤老衲的弟子，好大的胆子！给我转！走你！大慈大悲护短拳！猴哥，你可千万要没事啊！以后谁给俺老猪化缘去啊？来，乖徒儿，给为师看看，伤了眼目，
那鼠妖的怪风确实有门道，忍着点儿。师傅，有啥办法快用吧，俺忍得住。倒不是没有，不过为师这就给你用一次失传已久的大慈大悲，还我飘飘拳。师傅，您干嘛打俺老孙的脸啊？忍住，这是极其高深的物理疗法。阿弥陀佛，大功告成。好了，师傅，真的好了，俺老孙又能看见了，谢谢师傅。我的老天爷呀！师傅，你也给我来一套啊！俺老朱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变回天蓬元帅那种极其俊美的容颜啊！求求您了，俺也要还我飘飘拳啊！师傅，胡闹！这是极其高深的物理疗法，专门治你师兄的眼疾。你没病没灾的，用什么飘飘拳？走，上路！求求您了，成全俺老朱吧！俺老朱皮糙肉厚，只要能变俊美，打我啊！哎，师弟呀，师傅那极其恐怖的拳头，俺老孙这金刚不坏之躯都差点扛不住。师傅啊，您这身肌肉已经不需要再练了啊！俺老孙这金箍棒加上师弟的钉耙，还有俺俩这肉身加起来都快2万斤了，您居然拿我们当倒立的哑铃？99。再说了，师傅，俺和老朱是来保护您的保镖啊，不是来给您当负重健身器材的呀！这要是让猴子猴孙们看见，俺的脸往哪儿搁啊？师傅，俺真撑不住了。100，徒儿们莫慌，我这是在锻炼你们的平衡感，顺便热个身。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我黄蜂大王的地盘。听说那和尚的肉能长生不老，今天本大王就先给你们这群和尚一点颜色看看。大师兄，你看前方是什么鬼东西？好大一阵黄风啊！哦，带俺老孙去前面探探路。哼！俺的眼睛好痛！兄弟！咋样，徒儿？师傅，谢谢师傅，俺没事，就是这风太怪，眼睛睁不开了。哼！哪里来的妖物？我的徒儿，我自己平时都小心呵护，哪里轮得到你们来伤害？给我倒下！嘿嘿，连齐天大圣都着了本大王的道，那唐朝和尚还不是手到擒？什么鬼东西？敢伤老衲的弟子，好大的胆子！给我转！走你！大慈大悲护短拳！猴哥，你可千万要没事啊！以后谁给俺老朱化缘去啊？来，乖徒儿，给为师看看。伤了眼目，那鼠妖的怪风确实有门道，忍着点儿。师傅，有啥办法快用吧，俺忍得住。倒不是没有，不过为师这就给你用一次失传已久的大慈大悲，还我飘飘拳。师傅，您干嘛打俺老孙的脸啊？忍住，这是极其高深的物理疗法。阿弥陀佛，大功告成。好了，师傅，真的好了，俺老孙又能看见了，谢谢师傅。我的老天爷呀！师傅，你也给我来一套啊！俺老朱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变回天蓬元帅那种极其俊美的容颜啊！求求您了，俺也要还我飘飘拳啊！师傅，胡闹！这是极其高深的物理疗法，专门治你师兄的眼疾。你没病没灾的，用什么飘飘拳？走，上路！求求您了，成全俺老朱吧！俺老朱皮糙肉厚，只要能变俊美，打我啊！哎，师弟呀，师傅那极其恐怖的拳头，俺老孙这金刚不坏之躯都差点扛不住。不是师傅啊，您这身腱子肉已经金刚不坏了，就不要再练了。那是俺老朱的钉耙呀，那是太上老君用神兵铁亲手炼制的神兵啊，不是用来给您当呼啦圈配重的铁疙瘩呀，都要被您这恐怖的妖力给甩脱皮了。师弟，没用的，省省力气吧。俺老孙当年也曾极其剧烈的反抗过，后来俺发现，在师傅的2楼机面前，神兵和烧火棍没啥区别，俺放弃了，习惯就好。
不对劲啊，徒儿们！贫僧怎么自从走到这流沙河和地界之后，这光头就老是觉得痒痒的，总感觉好像有什么脏东西在极其冒犯的抚摸老衲的头骨。不行，老衲倒要看看这破河里有什么古怪。前面有条大河是吧？走，过去看看。1、2、3、7、8、9，嘿嘿嘿，就差最后一个了。只要做了这第10世的取经人，凑齐10个无相佛雕，我这件逆天的法宝就十全十美了。按照前世那些和尚投胎的时间来算，这第10个应该也快走到我这流山河了吧？哈哈哈哈哈哈！来啦！那和尚终于来了，等着我，和尚，这就来接你下水，马上给你集齐10连抽。什么破河，又臭又浊，还愁眉不展的想怎么渡河？徒儿，退后，为师亲自来，给咱们开条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物理开路拳！你终于来了，河图！不好，师傅，刚才河里好像跳出了个野怪，被您极其顺手的一拳给轰飞了。罪过罪过，这浑浊的破水里怎么会极其不长眼的跳出个人来呢？徒儿们跟上，这水路已经通了，咱们去看看哪位施主有没有事。师傅，等等俺老猪啊！走吧，师弟，希望那不长眼的妖怪能没事。不幸的施主，你没事吧？你这和尚怎么回事？不讲武德，老子刚出来你就……这恐怖的肌肉和尚，该不是唐朝来的圣僧？我前9世吃的那9个白嫩的和尚，跟他比起来，简直就是脆弱的豆腐花啊！没事没事，我扛揍。我在此等待一位唐朝来的圣僧，想必就是威武霸气的您吧？菩萨特地让我在此等候您，护送您去西天取经。阿弥陀佛，那如此甚好甚好。不过老衲怎么感觉这光头又痒痒了？而且老衲似乎在哪里极其深刻的见过你呢？没有，圣僧您高高在上，俺老沙极其卑微，咱们这绝对是第一次见面，俺发誓。那好，既然有缘，那我们便欢快的上路吧。以后你是咱师兄弟，俺是老大，俺是老二，能吃能扛。这队伍太吓人了。师傅，您去劈柴不好吗？那是仙家亲手炼制的神兵铁耙呀，不是拿来给您当漏枣炒野菜的铁铲呐。那你吃不吃？那你吃不吃？俺老猪这不是肚子容易饿吗？二师兄，你就别叫唤了。每次吃饭就属你吃的最多，师傅拿你的铁耙炒菜，那也是为了能一锅炒出你那份饭量。嘿嘿，出锅，开饭，吃完去山下那户人家化羊。师傅，荒山野岭冒出大宅子，多半是妖精钓鱼。有点道理，好浓的胭脂味儿。这拙劣的剧本，一看就是算计过路人的江湖黑店。吃完抄家伙，咱们下去拜访拜访他们。好的，师傅。徒儿们，你们吃完随后跟上。阿弥陀佛。姐妹们，待会儿那和尚进来了，记得极其自然地试探试探他的禅心，切记要用凡人的贪念去诱惑他，看他是否6根清净。老母放心，那金蝉子转世虽然脾有些暴躁，但终究是个和尚。我们这等角色，加上万贯家财，他若能比持得住，才算真有取经的资格。阿弥陀佛，贫僧有礼了。老衲师徒几人路过此地，不知能否借住一宿。圣僧客气了，
快快请进，家母正在厅内候着呢。多谢女施主。哎呦喂，师傅，这也太水灵了吧！师傅，咱们今晚就在这儿歇了吧。师弟，你瞧出门道门没？二师兄真是的，又花痴了。哎呦，疼！师弟，怎么着？你连老家的媳妇都不要了？还是说师傅变得兰兰已经不吸引你了？去！你这小子少管闲事！我这是在热心帮人家，你懂什么？这位高僧，老身这庄子里家财万贯，良田千顷，更有3个貌美如花的女儿，正欲招几个健壮的上门女婿。高僧若是愿意，便留下来。这万贯家财和绝色佳人皆归高僧所有，何必去吃那江湖赶路的苦头呢？阿弥陀佛，老施主，出家人4大皆空。老衲这极其纯洁的佛心，岂是你们这些庸俗的家产和美色所能动摇的？禅心不错，过关了。但是看你们孤儿寡母守着万贯家财无依无靠，你们缺的根本不是上门女婿，你们缺的是深刻的精神寄托和高雅的文化熏陶。老衲决定今日不对你们进行物理度化，老衲用这本大唐佛书给你们上一堂震撼的文化课，度度你们这浮躁的凡心。来，跟着老僧念床前明月光，念不出那股悲凉的意境，今晚你们4个谁都不许睡觉。高僧啊，我们孤儿寡母大字不识，这等高深的诗书实在是不适合啊。既然各位女施主听不懂大唐佛法，那老衲还略懂一些拳脚。别！高僧息怒啊！我们辈就是的。坐，几位女施主早说嘛，老衲向来是以礼服人的。来，跟着老衲念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师弟，惹了上面那些活祖宗，日后定被穿小鞋啊！怕啥？大不了师傅一路打上西方大殿，教他们大头2背3字经。你说的对，俺也去算看明白了，妖怪不可怕，可怕的是咱们这位脾气急还总爱动手讲道理的师傅。风吹又生。如此结，记住了，老施主，家财万贯不如诗书在身，美色皮囊不如静心修己，这才是极其稳妥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出家人4大皆空，空的是贪念，不是良心。我这坚硬的拳头是用来打那些害人的妖魔的，不是用来欺负你们这些孤寡的。我这枯燥的诗书是用来度你们迷路的人心的，不是用来装样子的。竟然用如此通透的方式给咱们上了一堂禅心课。徒儿们，走，这户人家已经被老衲彻底度化了，禅心极其稳固，咱们换一家画养。走。老身佩服，这和尚到底在凡间经历了什么离谱的事情啊？这之前在白骨洞府深处以及9天之上隐秘的天兵盔甲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不对，这危险的西行之路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哎，小白啊，你既然是脚力，你咋天天变个人搁这晃悠？你咋不变成马给师傅骑骑呢？二师兄，你脑子里在想啥呢？看师傅那身铁塔般的腱子肉，我这小身板会被当场压扁成地毯的。而且这一路上，也就大师兄骑过我1回。嘿嘿，师弟，你这一身油肯定抗压，不如你变个原形给师傅当座椅骑骑，师傅准满意。去，你这调皮的毛猴子就知道拿老猪寻开心，俺可不敢多嘴，只求师傅这恐怖的肌肉牛千万别记起当年水里的旧账，不然俺这骨头非被他捏碎不可。阿弥陀佛，到了，走，咱们去化几袋面粉，留着路上自己做饭吃。好嘞，师傅，只要您待会儿收着点劲儿，别把人家的道观拆了就行。大唐来的行者到了，你们2个去后园取2枚万寿灵果来，切记要挑最大最熟的。师傅，那灵果极其珍贵，为何？休得啰嗦，这位客人可不是一般人士，要亲自去门口迎接。哈哈，圣僧远道而来，有失远迎，快有请。阿弥陀佛，大仙客气了。贫僧路过宝地，特来讨口水喝。哈哈，圣僧快请进。见过老神仙。俺老八给您问好了。有劳大仙。晚辈见过前辈。哈哈，快请进。
高僧这身筋骨举世罕见，贫道由衷佩服。大仙过奖，贫僧只是平日里随手举举铁，稍微练练。圣僧，此乃关中灵果，可增肌壮骨。我看你肉身已达巅峰，此果正助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师傅，给俺也尝一个！闭嘴，呆子，别打扰师傅。这果子竟然让老衲那停滞不前的瓶颈有了松动的迹象。这难道是传说中那尊远古神灵的气息？老衲体内的力量要爆发了！我的天呀！师傅要变身了！这要是失去理智，咱们4个够他一拳打的吗？别乱说，呆子，师傅这不是走火入魔，他这是要肉身成圣了。呵呵，贫道这灵果可不止壮骨那么简单，它补的可是本源。大慈大悲过不全。弥陀佛，收工。多谢大仙赐果，老衲这肉身算是彻底圆满了。圣僧客气了，这灵果也唯有你这等肉身才能完美吸收啊！大仙识趣大方，你我既然如此投缘，不如咱们结为兄弟如何？哈哈哈哈哈！好，贫道正有此意。师傅，您老实说，这身腱子肉咋练的？俺当年在太上神炉里练了749天，也没您这块头啊！还有，您手臂纹的这个红脸长须的汉子，到底是谁？怎么看着比9天之上的神兵神界还要凶上100倍？这叫关羽，他生前义薄云天，忠肝地胆，如今在天门做守卫，镇守一方平安。师傅，这河水不对劲，水下有极重的妖气，有东西占了这河道，正在快速靠近。小白，小白白，退后！敢动我的徒弟！什么东西？在我的面前也敢行凶作恶，少打！大慈大悲，虎豹拳！给我下去！你这孽障，占山为王，拦路为祸，今日落在我手里，你可知错？圣僧饶命！圣僧饶命！我知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力量不是用来欺凌弱小的，你拥有一身本领，却不思造福一方，反而在此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你这等行径，简直是败坏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老衲一路走来，惩恶扬善，今日饶你一命。若再为恶，我的拳头绝不轻饶。俺没跟错人，师傅这一身通天本事从来不乱使，他呀最喜欢用拳头讲世间最硬的道理。师傅大意，谢谢师傅救我。我改，我一定改，俺从今往后一定保护这方水土，绝对不敢再做半点恶事。记住你今天说的话。男儿立于天地间，当顶天立地，行端作正，这才是纯爷们儿该干的事儿。师傅刚才那一下太猛了。走吧，前路邪恶尚多，咱们的肌肉还需更多磨砺。大王说的那个唐朝人物到了。什么超强防护，在我的离间计前，不过是一盘散沙。
不是师傅。早点弄完，早点吃。这是大师兄的武器，我给您洗一洗再用吧。这上面沾了太多脏东西的血了。师弟别担心，干净的很。自从跟着师傅，俺老孙这棒子总共就用过1次。还是洗洗好，这棍子他天天放耳朵里，上面全是灰，蒸出来的馒头别串了味儿。崽子，你找打！二师兄，你的铁耙还被师傅拿去炒过菜呢。我们都没说什么，你倒是嫌弃起大师兄的神病来了。行了，别吵了，徒儿们做完快吃，这山里的味道老衲实在不喜欢。师傅，这山不对劲，妖气重得很，藏着邪祟。老衲闻出来了，一股子脂粉味儿，根本盖不住那股枯骨朽木味。大王说的那个和尚到了，什么超强防护，在我的离间计前，不过是一盘散沙。是吧，师傅？咱们才跟五竹关主一结金兰，这地界居然还有不长眼的妖怪敢拦路。二师兄，有师傅在，出不了事儿。俺只担心这山头够不够师傅一拳锤的。几位长老可是从东方来的？小女子备了斋饭，特来给长老们用斋。哎呦喂，女施主，俺老猪来帮你。站住！送斋饭。是的，长老。既然你这么喜欢送饭，这群和尚怎么这副表情？他们不应该极其感动的痛哭流涕吗？好你个妖精，出门都不打听清楚的吗？你来送饭，你看看那边，俺们正在揉面呢，我们自己有锅有灶，用得着你送那些破石头？就是，这位女施主，要不你也来点新鲜出炉的，比你篮子里的强多了。做饭？这群和尚在这荒山野岭的生火做饭。师傅厉害，一拳秒杀！您这也太不懂怜香惜玉了，连点油水都没有的瘦排骨，老衲连出全力的兴趣都没有。走！可恶，他究竟是个什么怪物？仅凭肉身一拳，便险些将我锤散。不过肉身再强又如何？这世间最锋利的刀是人心的伪善。我倒要看看你这和尚敢不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寻女老上挥拳。师傅，这妖孽骨头上有个古老印记，管他什么印记，无论他背后是局是劫，只要敢挡老臧的路，再敢来，就连他带着整座山头一起扬了。哎呦，我的女儿啊！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女儿啊？我的姑娘啊，你去哪里了？师傅，走了个小妖，来了个老妖。师傅，这次可是个老妖，你那小妖刚被贫僧一拳吓跑了，当娘的不去追，跑来碰老衲的瓷。贫僧最烦这种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了。师傅，那妖怪骨头上的印记像是大鹏。俺看也像。师弟们说的没错，的确像。大鹏，这武僧怎么回事？大王赐的保命符都快震碎了，他是不是有毛病？连凡人都打。既然你不尊老弱，那我就化作你的家父，看你那双拳头还敢不敢挥向生身父亲。这位极其雄壮的长老，老衲听说我的老伴儿和女儿都折在长老手里了，还请长老给老衲一个说法。说法？1次2次就算了，你真当老衲不会动怒吗？你这和尚，你不能动我！你千百年来借皮囊画皮谋人性命，痴迷于这具白骨伪装，真以为自己就这白虎镜的主人了？你骗得过世俗的眼睛，骗不过我这双看穿虚伪的铁拳。你100年的算计，不过是作茧自缚。今天我就用拳头大慈大悲，荡魔平山拳。
的亲娘哎！几拳就把这千年老妖连带山头一起给平了。这西行之路到底谁才是怪物啊？门主威武，这平山开路拳简直比俺的铁棍还要干脆利落。门主，您受累了。终于清静了。师傅，刚才那妖孽身上的印记，俺看清了，是金翅羽纹，那是西边大妖的标记。这妖孽80%是那边放出来的眼线。管他什么大妖，什么大山，敢挡路，老衲连山带窝一起给他平了。我以双拳明正，正道非冷眼旁观，是重拳荡尽妖熏。好了，邪祟除了，路还得走，徒弟们赶路了。好嘞，师傅，走。当那迷雾散去，西行的路才真正开始。心若不偏，再大的风浪也吹不散前头那点光。师傅，你看这渡口挤成一团，百姓们怕是遇上大难处了。看样子是渡船被冲毁了，乡亲们都被困住了。走，过去问问情况。滚开！想过河，一人10两银子，少一个子儿都别想上我的船。10两银子，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大家都被困在这儿，你简直没良心！一人10两银子，乡亲们困在这有家难回，你这么做，未免太过了。我做我的生意，关你什么事？哪来的多管闲事的外乡人？想逞英雄也不看看地方。乡亲有难，这事我管定。有这点本事，也敢在这里仗着一条破船欺压百姓？哎呦！现在要么把船免费给百姓用，要么你这船就别再开了，你自己选。我错了，我错了，好汉，我免费载乡亲们过河，再也不敢了。多谢好汉相助，可浪头这么大，我娘身体弱，实在经不起折腾啊。考期就在眼前，若等这船一个个渡，早就误了考期落榜了。放心。今天我一定让所有人稳稳的渡河。猴子，去林子里伐20根最粗的硬木。老朱、老沙去找粗麻绳和木板、床板，越多越好。小白下水探明，深潜留宿。好嘞，师傅。好汉，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搭一座浮桥，让男女老少、车马货当都能安稳过河。好汉，我们跟你一起干，说怎么搭我们就怎么干。对，不能光看恩人出力，我们也来帮忙。好，就在这儿扎桩。桥搭好了，大家可以过河了。老人孩子先过，排好队，注意安全。多谢恩公，多谢恩公，多谢恩公。大家不必如此，路见不平，伸手相助，本是分内之事。大家平平安安过河就足够了。师傅，俺觉得今天这一趟可比跟那些不长眼的恶徒比力气有意思多了。徒儿，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用来恃强烈弱的，它是用来给弱者撑伞，给绝望的人开路的。徒儿们，赶路了！好嘞，师傅，走。快点儿，再抡快点儿！没吃饭吗？师傅，我腰快断了。停！哎，师傅每天不把力气泄一泄，待会儿雾里超度邪祟，容易收不住手啊。师傅，这山的闸一个浊气不对劲，带着天上远古星宿的诡异高维磁场。天上的星宿不在9天守职，竟跑来凡间作乱。看贫僧今天物理度化了你！救命！
师傅，有女子哭，不用问，准是又有妖怪在这搞事儿。上回大鹏印记那茬还没过去呢，咱可得小心点儿。哼，管他9天还是深渊，全部物理度化。好嘞，师傅。等等我们呀，师傅！师傅，正门在这儿，咱砸场子好歹先敲个门，修人得讲点武德不是？哦，那行，我就给你敲个门。走吧，不小心敲开了。还没摸清师傅的路数呢。师傅这无礼武德厉害吧？快走吧，晚了就没出手机会了。请问有人在家吗？俺是东土来的游历武师，特来对各位进行物理超度。什么人敢闯老子的大殿？你就是这儿的妖怪，强掳无辜女子，还跟狮驼大秦勾结，挺有本事啊！是谁？原来是大唐和尚。那白夫人给我传了消息，说你这和尚有点蛮力，让我小心点儿。我还以为孙悟空有多大本事，原来就是个躲在和尚身后的缩头乌龟。我乃星宿木狼星，你一个弱肉和尚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我倒要看看你这一身肉能扛得住我几刀！木狼星竟敢私下凡间为祸一方，贫僧让你先砍3刀，若能伤我分毫，这经不取也小瞧我！看！就这点力气？不可能！我乃9天神兵，怎么可能被徒手掰断？你这凡间和尚是怎么回事？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凡间和尚，你这点微末道行，连提鞋都不配！给我炸！师傅当心，那是他的本源农鹤。就你有本源，使我一记大慈大悲碎心拳！你这武僧别过来！我是9天星将，你敢？9天？我刚一拳轰穿此山，猜他们是保你这星将，还是敬我这双铁拳？圣僧，他虽掳我13年来未伤我性命，求您留情。看在公主面上，老桑不渡你。2条路：送公主回国赔罪，滚回9天受罚；要么老衲一拳将你连同本源扬成灰。我选一，我去赔罪，我滚回9天领罚。多谢诸位圣僧搭救之恩。妹妹不用客气，这都是咱应该做的。二师兄，注意你修行人的形象。我的女儿啊，13年了，多谢圣僧，此等大恩，保相国没齿难忘。国王陛下，人给你送回来了，妖怪也抓住了，该怎么处置，你说了算。妖怪！师傅小心，这妖怪耍诈！
圣僧，这奎木狼机会不珍惜，大慈大悲，流星拳！师傅，刚才那个好像是金星，俺看也像，我也是。那就是，管他是谁，那就顺便一起送他们回去。事了，明日启程。师傅昨晚那一拳把满朝文武全看傻了，宝相国把您当子供着。师傅，奎木狼身上有大鹏刺青，狮驼岭是铁了心要拦咱们。拦？老衲巴不得他们早点来，到了那儿连人带山一拳扬了。凑，俺老朱又凑一对儿。大师兄，我看你的棒子就送师傅当风扇吧。白师兄，你飘了，大师兄都敢调侃。师傅，你要不歇会儿，拿1万多斤的铁柱子转圈多费手腕呐。无碍，我在练指力。好了，玩完了吗？这山不对劲，妖气冲天不说，还有一股9天法宝的味，藏着的东西是个硬茬。嘿嘿嘿，俺老朱凑齐了。凑个什么？干活了！哎呦，不玩了，不玩了，起风了！师傅，风变黑了，抄家伙！看来有人皮痒了。碾碎他们！师傅，是狮驼岭的符号，是狮驼岭的暗金古译文。徒儿们，准备！好的，师傅。嘿嘿，老朱手痒了。你就是唐朝和尚，给我撕碎他们！师傅，杂鱼归咱们，硬铡您上！嘿嘿，老朱的耙子早饿了，俺老沙绝不退后半步。速战速决！哈哈哈哈哈！太慢了，太慢了！给我碎！大师兄真厉害啊！嘿嘿，细皮嫩肉的猎物！哼，极横，双面寂灭斩！给俺趴下！哼，看俺的！怒涛绝缘海啸击！嘿嘿，师兄弟们都打完了，老朱我也不能掉队，吃老朱一击，爆裂熔岩绞肉图！马上就轮到你了，和尚。贫僧最擅长的便是大慈大悲物理超度拳！锅灶的已经安静了，现在轮到你了。你这是什么身体？现在的苦行僧都专修纯粹肉身了吗？啊！你这和尚，看我的至宝晃金绳！给老农安静点儿！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徒手？
师傅，全数冻结，一个没漏。杂鱼太弱，俺没尽兴，嘿嘿，都给扬成灰了，全砸碎了，请师傅过目。这条黄金绳韧性凑合，当跳绳正好。空空、莎莎，搭把手。俺老猪也来。和尚，叫你名字敢应吗？哦，这天地间还未有贫僧不敢应的名字。师傅当心，那是吞噬万物的绝世法宝，应了便万劫不复。大唐光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贫僧在此。师傅不可！给我吸他呀！哦，倒是个识相的法宝。金角、银角。师傅威武！大师兄，那玩意儿可是老君的炼药重器。正是我当年吃药的那个。那这被吸进去的2只，岂不是？又是9天之上派来给师傅下绊子的。不好，老夫的弟子，这世的和尚怎么和他们说的不一样？圣僧留步，那是老夫的看炉童仆。老者来得正好，人抬走。这俩妖怪耽误贫僧行程，生和虎当补偿。老君有意见吗？没，圣僧留着用便是。舒坦。师傅，这神仙宝贝装的水甜不？甜得很。师傅，这残骸底面有印记。又是狮驼岭。等到了那儿，把那群妖怪全撵了泡酒。哦，师傅也会酿酒？俺老孙的花果山大把好酒，取完经，咱们相约凉云港花果山见。师傅，俺老孙这腹中够劲儿不？还要再变大点不？师傅，您千万悠着点儿，这重量起码几10万斤了，您这腰板儿。老沙，把心放肚子里，师傅早就肉身成圣，这点重量算个什么？小白，你看，师傅都被压得撑到底了。二师兄，你行你上啊！俺上去准得变肉饼，这叫自知之明。哼，不行别扒吧。哎呀哈，小白你飘了，俺今天非削你不可。来呀，别跑，吃俺一耙。行了，别吵吵了。姐姐，人活着就像这俯卧撑，没这座山压着，你这辈子都不知道底盘能撑多重。既然抱怨没用，不如多长2斤肌肉。我终于等到你了，猴子！听说你这一路全凭纯粹武力，没求过上面半个人。老子最敬重纯爷们儿，今天就让老子见识见识你多大本事！师傅，这小子欠练，俺先给他治治眼疾。来得好，看枪！就这，急什么？化作飞灰吧，赤焰3威焚天焰！嘿嘿，来得好，看俺的物质真空兵掌，给俺起飞！你这泼猴！你当老子只会放火？俺的眼睛，你这阴招！
好阴损的毒焰！师兄无恙，那厮阴损，烟熏俺老眼。慧荣，师傅的还我飘飘拳有借口用了。烧坏俺的皮囊，来呀！哪来的妖怪？哎呀呀呀呀！俺的五官被熏歪了，严重影响咱们团队市容啊！快给俺来套还我飘飘拳，重塑皮囊，照小白的模子随便捶2下就行。碰瓷儿呢？要加双眼皮套餐不？跪下，去后排解毒，少丢人。贫僧来做你的对手。你一个手无寸铁的凡人，连根烧火棍都没有，也敢来？本少可是堂堂男儿，从不欺凌手无寸铁的凡人。来，本少主站这儿不动，让你一拳，退半步算我输。哦，那么好，贫僧就不客气了。就这光，你搁这给本少爷挠痒？大慈大悲，送孩儿回家拳。够勇！看见了吧？越是半瓶子水，越是晃得响。真正的强者，连出手都得拼命收着力，生怕一不小心就大结局了。刚才我收了99%的劲。这小子虽然狂，但那一身罡气极其纯粹，没有那边刻意算计的虚伪臭味。若是盐山那帮演戏的，刚才那拳，他连灰都飞不出去。空空，你知道你为何会败吗？师傅，俺老孙没输。胡闹！明知弱点是烟，为何不知以刚劲先封住自身破绽？就是你基本功没练到位。空空，记住了，战场之上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师傅教诲的事，俺记住了。师傅，那俺的飘飘拳啥时候能给安排上啊？再废话，现在就一拳送你回高家村重修。出发。我一定会回来的。是谁敢伤我儿？亏大发了！那烟里全是高浓度活性硫磺替子，俺老朱本想借着这化学刺激，完成一次面部的物理高维重塑啊！二师兄，别折腾了，基础机构如果崩塌了，外表的修修补补不过是废墟刷绿漆，除非回炉重造，否则不过是块被熏黑的腊肉罢了。哎，就算砸碎了重组，地基不稳，出土也是个崩塌的废墟。姐姐，皮囊不过是副极易淬裂的钢体，唯有这满身硬核的物理质量，才是砸碎命运的绝对动能，懂不？不好，师傅，那小子的爹老硬茬来了。无碍，他来撵了便是。狂徒，敢废吾儿！哎呦，牛大哥，消气消气！俺师傅是个讲规矩的实在人，也就是温柔的教育了一下侄子，连皮都没破，已经安全的送他回家反省去了。和尚，你这身板是练体？算是吧，偶尔做个俯卧撑。来试试这天上地下单论肉体对棒，俺不认第二。来！既然施主有如此雅兴，那贫僧也正想活动活动筋骨。为了公平起见，贫僧就用空空平时发挥的实力来陪你练练吧。哈哈哈哈！区区人族也敢在此大放血词！哈哈哈哈哈！贤弟，堂堂大高手，怎么被叫得跟个小家伙似的？牛哥别急，一会儿你就知道为啥这么叫了。我心甘情愿的。
空哥，开你的火眼探查算算，你大哥能扛师傅几拳？牛哥这太古肢体肉身绝对耐造。师傅既然说了只用俺老孙的实力，估计这牛皮能多撑几个回合。哼，请指教。哼。二师兄，为何总有碳基生物喜欢用自身脆弱的物理刚度去测试毁灭级的爆发上限？这是何等扭曲的逻辑！这题超纲了！真好，14年来头一回被打飞，你这肉身维度配得上你吹的牛？痛快，再来！好霸道的蛮力！师傅这拳头道理果然够猛，连地壳都快被掀翻了。猛是猛，但小白你要明白，无序蛮力是师增，锚定初心的力量方为真理。师傅在教他道理。痛快！你这凡人第一圣僧的名号，果真不是吹出来的。过瘾，太过瘾了！俺好久没打得这么痛快了。哈！圣僧，使出全力打一拳，俺老牛用肉身接，接住算俺赢，接不住算俺输，如何？银传学撑不起我，老的比小的还头铁。果然够勇。嗨，说白了就是赶着去弟弟那儿插队呗。俺就想不通，为什么总有人觉得肉身的密度能扛得住降维的物理学超度？哈哈哈哈！痛快！俺老牛服了。圣僧既然留守，俺老牛也懂规矩。俺告诉你一条高维暗道，能完美避9天的眼线，直捣那只猛禽的老巢，万寿深渊。行，贫僧允了。这是什么？过来吧，牛牛，聊聊那条暗道怎么走。嘿嘿嘿，回来了，牛哥，俺的空空二字现在知道含金量了吧？圣僧，往西300里有一处地带，那只暗金猛禽布下了天罗地网，但也只有从那儿的地下暗道才能绕过岩山的眼线。唯有自身有足够底气，方能平等讲理。善良从不是软弱，而是强者的选择。无力护正，则无从守正道。燃！师傅，这底下少说也有10万妖兵，要不俺老朱先回高家茬舀点帮手。你就算把村里所有都喂的猪摇来，也不够下面那头狮子塞牙缝的。二师兄，你那不叫摇人，你那叫自带食物上门。闯入者！
徒儿们，不要出为师画的这个圈。呵呵，和尚够硬，居然能凭纯粹的肉身罡气扛住本座的虚空湮灭。大哥，有我的阵法加持，你这湮灭漩涡连10万天兵都能吸走。这和尚画地为牢，竟纹丝不动，果然有点邪门。昔日的盖世狂猿，500年前横扫9天，如今却只会躲在一个凡人和和尚画的圈子里当缩头乌龟。猴子，你的胆子连同你的救山招，早就一起烂在五指山上了吧？师傅，看来您这一路的威名太盛，那些妖怪的眼里全都是您那能把天捅穿的铁拳。他们似乎忘了，俺当年也是闹过9天的。师傅，这一阵俺先去会会他们。空哥，下面可是10万妖兽加3大妖王啊！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要不俺老朱就在这圈里给你提供物理声波支援。哼，空哥，我与你同去，总不能让那帮妖怪看扁了咱们。姐姐、小白、莎莎，你们就在圈里看着师傅，前路俺先去烫平了。空空，小心些。师傅，您是这世上第2个待俺好的。须菩提，我知。好一个菩提，好一个师傅！燃！看来这天下是真的忘了俺的威名啊！这世上多的是想拔你猴毛扒你虎皮的看客，少的是懂你为何拔棍的师傅。9天总喜欢重力压断别人的脊梁，教人顺从。去吧，再捅破一次，塌下来有我的肩膀给你顶。这泼猴终究是遇上了一个敢替他扛天的狂徒啊！